5天4夜的双龙湾之旅来到尾声，最后一天只有2个行程：镇国寺与越南民族博物馆。我们很幸运，整趟旅程所到之处都不拥挤。越南民族博物馆给我的感觉像是迷你版的九族文化村。这里似乎是当地人拍写真的热门景点。在下龙湾的影片提及，一开始是被其他旅行社的邮轮广告吸引，因而来越南旅游。广告里介绍的邮轮现代既浪漫的风格正合我意，而且在此之前，我竟然不知道越南有这么迷人的地方。出发日期也刚好符合我要的。报名前，我又细细研究各家旅行社的行程规划，观察出下龙湾的行程几乎都会包含金亚洞、英雄岛及鹿龙湾。回头看看那家旅游的规划，这3个景点竟然都没有安排。第一次到下龙湾，观光客必去的芭乐景点是一定要去的啊，不然回台湾人家问英雄岛如何，我们没有去；金亚洞呢，我们没有排。那鹿龙湾应该有吧？也没有呢。那你到底去干嘛？去下龙湾，没有人会问你乐天百货好不好玩，只会问你前面的景点有不有趣。在假期不多、经济有限的条件下，下龙湾我一生只会来这一次。3大景观都没踩点，游轮再喜欢我也不愿参加。最后选定这家旅行社的原因，除了行程都有纳入，配合的游轮顶级印度支那号起航不到1年，更是吸引我们。然后3晚的5星国际饭店，全程不进购物站，这样的行程谁不喜欢？所谓的购物站不是买伴手礼，而是买乳胶枕头、沉香及珠宝哦。我们这一团除了夫妻同行外，有父母带着青少年一家4口一起玩的，有带爸爸妈妈或同事相约一起玩，也有像我一样母女同行的。很幸运，团友都好相处，没有爱计较、爱抱怨的。有默契的是，当我们发现彼此都有手机先吃饭的兴趣后，每上一道菜都会先拍1轮才开动。时代在改变，团体旅游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好，除了基本的矿泉水供应，还赠送越南网路 SIM 卡，每日有4G 哦。加上彤彤没有手机，等于我每天有8G 网路可以使用，但第2张 SIM 卡完全没有用到。出发前也不用先换币，越南盾在台湾不是主流货币，能够兑换的银行少，还一律只有50万面额。因行程有很多要付小费，像是床头小费、行李小费、电瓶车小费等等，从2万到20万都有，只能换50万，实在不方便。后来业务表示，旅行社会先准备，届时拿着台币跟导游换钱即可。依当时汇率，我们以600元台币换45万越南盾，面额从1万到20万都替我们准备好了。之后不够花，再依所需金额更换。我没计算是否买贵，就算买贵也没关系，便利才是我要的。而且没花完的越南盾，最后1天还可以跟导游换回台币哦。饮食方面完全没有踩雷，我不知道是旅行社安排得当，还是越南的口味跟台湾雷同。总之，行程的每一餐，餐餐都满意。这次多亏跟团，才能让我照顾女儿的同时，玩得轻松，拍得自在。我带了3样摄影设备 ：iPhone 14、Pocket 3、GoPro 9。跟团免去思考行程的大小事，只要决定下个景点用哪个设备就好。要说缺点，就是3餐都要吃，餐餐都丰盛。现在影片播放的是最后一天的午餐，美森豪华自助餐。
but all will be okay.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. The past is where it's 最后，谢谢大凯领队，你的幽默让行程多了欢乐，也谢谢线线导游这5天尽心的为我们张罗大小事，还使命必达的让大家买到马福巧克力。虽然你们不会来看这支影片，但还是谢谢你们这5天4夜的服务哦。巧克力界的贾博士。啊，这是巧克力界的贾博士。对啊，那袋子很喜欢。刚才没有做吗？哎，对啊，后面也没有，你看后面。 Doors for departure and caution.